这是一把会发光的剑，剑光为红色，晶莹透光，所以它名叫赤剑。此剑立可分金，削铁如泥。赤剑一挥出去，人头瞬间落地。英雄拿着此剑击败了5个强大的上人。电影发生在民国初年，华家是一个武林世家，父亲让儿子英雄拜武林高手金傲为师，母亲还将传家宝赤剑给了他，让他好好跟着金傲练剑。英雄拔出赤剑一看，此剑果然不凡，透着刺眼的红光。英雄有2个好朋友，婕妤和生奴，3人关系极好。英雄和婕妤青梅竹马，2人也互有好感。金傲还有个弟子，生性孤傲，常年戴着一副鬼面具，名叫鬼仆。英雄开始跟金傲学剑，英雄天资过人，金傲对他很满意，收他做入室弟子。等金傲和鬼仆从日本回来，就将中华奥诀传给他。英雄开心地回到家，却发现家里惨遭灭门。母亲临死前告诉他，因为他父亲在新闻报上写了洋人贩卖鸦片给中国人，所以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英雄带着怒气冲到了洋人所在的酒楼，赤剑一挥，人头落地。英雄回去后找到婕妤来向他告别，走前英雄对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并且把事也给办了。身犯滔天大罪的华英雄被下令通缉，为了逃走，只好签下卖身契，离开故乡到美国做苦力。他们这号人被称为猪仔，美国人对待他们也确实像猪一样，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细小的船舱里面，吃饭和喝水都是从上面倒下来，他们只能捡地上吃的。英雄在这里认识一个和尚，名叫罗汉。到达美国后，他们先签卖身契，检查和消毒，接着被安排到一个矿场打工，每天干过最累的工作。到了发工钱的时候，英雄发现婕妤寄来的信，婕妤告诉他自己怀孕了，他决定和生奴来美国找他。英雄知道这个消息后很开心。工人们这边发现这儿的老板钱无义，克扣工钱，有一位工人带头抗议要罢工，结果第2天的时候他就被挂死在旗杆上。英雄赶紧将他放了下来，这一行为惹怒了钱无义，他找来洋人来当监工，诬陷这些人都是被英雄所杀。英雄被埋到了地里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。罗汉看不下去了，决定要救英雄出来。晚上的时候，他蒙着面要将英雄给挖出来。这时大师兄鬼仆出现，将英雄给带走了。另一边，婕妤怀着孕和生仆坐船来到了美国，2人来到了华人开的饭馆中华楼，在这里知道了英雄在矿场杀了人，正在被通缉。婕妤在这里无亲无故，每天的希望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丈夫。她每天都会拿着英雄的画像去各地问询情况，但一直都没有消息。一个雨天，婕妤又要出去打探情况，生仆说她怀孕，让她不要乱跑，但婕妤不放过一丝的机会。她坐上黄包车，说出地址后，拉车的人却停下不走了。她扭过头摘下自己的帽子，此人竟是婕妤苦苦寻找的英雄。2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英雄告诉婕妤，自从被鬼仆救出后，他不愿和鬼仆离开，他找了个黄包车的工作，就是希望能在码头等到婕妤。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人终于可以团聚，从此就过上了幸福和温馨的生活。他们还去照相馆拍了照，但这快乐的日子很短暂。他们的师兄遇到同门师兄无敌的挑战，鬼仆找到英雄想请他帮忙，无敌的5位徒弟也来到了身边。他们是5个忍者，个个忍术高超。大师兄金太保通过钱无义打探英雄的下落，先通过英雄引出金傲。英雄和鬼仆在外面偷听，准备对他们下手。第2天的时候，5人却全部失踪。英雄和鬼仆赶紧追了出去，这时地砖涌动，像卷铺盖一样卷向了他们，2人赶紧退走。接着地上冒出了许多的水珠，朝他们射了出去，然后水珠又变成了火，2人再次躲开。5名忍者速度极快地来到2人的身边，用出了移形换影，打乱英雄的视线。英雄闭上眼睛，瞬间拔出赤剑斩向了他们，忍者却用水遁逃走。鬼仆也将一位忍者打伤，忍者用火遁逃走。英雄接着和另一个忍者交手，忍者放出许多的钢丝攻击英雄，英雄直接用赤剑刺中了他。这位忍者却是一位美人，英雄赶紧收手，将他给带了回去，请医生将他救好。这名忍者名叫修罗，修罗从此也爱上了英雄。修罗对大师兄说自己想要回去日本，大师兄也是深爱着修罗，他跟踪修罗，发现他和英雄偷偷见面，他看到修罗这样的行为很生气。修罗回去后，英雄过来找他，一进门就开始亲他。修罗问你妻子呢？英雄回答他睡着了，我很寂寞才来找你。修罗听到这句话，给他了一巴掌。原来这个英雄是大师兄易容的，
大师兄质问他为什么选择自己的敌人，修罗回答你和他不一样，然后离开了。英雄将钱无义带回了中华楼，逼问他矿场的情况。这时解鱼的孩子却要出生了，生仆赶紧去叫接生婆。英雄在外面焦急地等待，孩子终于出生了，是一对双胞胎。这时屋里却起了一场大火，英雄让生奴把自己儿子带走，钱无义却将他女儿给抢走了。英雄抱着妻子逃了出去，这把火就是大师兄金太保放的，目的就是要报复英雄。英雄抱着妻子逃出去后，妻子因为生孩子大出血，就这样死了。英雄这下绝望了。这时路边一位乞丐找上了他，乞丐名叫命煞，是个算命的。命煞告诉英雄，你天煞孤星，命中相克，所以你身边的人全会离你而去，你注定无儿终老，一生孤独。英雄信了，为了不克死他的儿子，他让生仆将儿子剑雄带回中国养大，不和他相见。英雄之后和鬼仆去日本找师傅了。师傅金傲正要和同门师兄无敌进行决斗，无敌不能接受他们的师傅把掌门传给一个中国人，两人就因为这个要决斗。这时刚好下雨，两人同时出刀，刀气将雨水化为攻击的手段，两人的对决十分激烈和精彩。金傲将雨点射出，在无敌的脸上留了一道刀疤。无敌知道自己输了，金傲嘲讽他的刀法不过如此，你输给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心中还有牵挂，你回去好好当一个父亲吧。无敌走后，金傲也坚持不住了。其实这场决斗是他输了，他受了很重的内伤。他死前用醍醐灌顶将中华奥诀传给了英雄，英雄把师傅的死怪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他不想再把鬼仆也害死了，就离开大家。16年后，生仆带着英雄的儿子剑雄来到美国来找英雄。剑雄在中华楼找到了英雄曾经的好友罗汉，知道了他爹买猪仔的事情。接着生仆带着剑雄去他爹曾经去过的照相馆，这时剑雄发现有人跟踪他们，他将此人给找了出来，这人竟是一个女子，她是鬼仆的女儿。他将两人带去见鬼仆，鬼仆将关于英雄的事都告诉了剑雄。中华楼的老板也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，他想组织大家将矿场的华人给救出来。他们打扮成唱戏的人进去了矿场，生仆在矿场发现了老板钱无义。生仆对剑雄说，就是他将你妹妹给带走了。他们唱完后，将手中的枪打死了洋鬼子，接着和他们打了起来，但洋鬼子手中有炸药，矿场的工人死伤惨重。剑雄找到了钱无义，逼问他妹妹的下落，但钱无义开枪将他给打伤了。刀再快还是没枪快呀！危急时刻，英雄出现了，一掌就将他打成了碎片。这时洋人的大部队也赶到，英雄蓄力一掌就将他们都给灭了。父子终于相见，但英雄却不敢看他，怕自己害死他。剑雄让他不要这么迷信，英雄将自己和妻子的照片给了剑雄，让他留个念想，然后就离开了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无敌找到了中华楼，他要找英雄决斗。无敌现在的剑术更加的可怕，英雄不出，无人能打。老板、剑雄都被打成了重伤，英雄这下不得不出现了。他和无敌找个地方，英雄将石像打碎，赤剑重新显示。两人在自由女神像最高点开始决斗。无敌告诉英雄，为了让自己更强，他放下牵挂，自毁双目，杀了妻子和老婆。两人的剑法都是太快了，快的眼睛都看不到出剑。高手对决不能有一丝失误，动作慢上一点就会失败。无敌将英雄打落，接着用石像炸向了他。无敌拿起赤剑冲向了他，但赤剑却被砍断。无敌这下膨胀了，也把自己手中的刀掰断，用内功化为刀气砍向了英雄。英雄用赤剑用出了傲气中华，赤剑刺进无敌的眉间，无敌就这么被杀了。英雄还是不敢见自己的儿子，只能目送他回国。中华英雄改编自马荣成漫画《中华英雄》的动作电影，由刘伟强执导。电影演员阵容强大，演技也非常的好，把漫画的那种感觉演了出来。电影还有许多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爱国情操在里面，让人看得非常的热血。里面有一段忍者的元素，让人看着十分的神奇和诡异。忍者出的特效也做得十分的好，还有金傲和无敌对决时，通过雨水来展现他们的刀气，这点的特效做得很真。总体来说，这是一个不错的电影。那么你怎么认为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，记得关注加一哟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